有些女生可能会在国中的时候做颜值排行，可能你也没有干嘛，然后班上就是会有女生说，会叫男生写班上的颜值排行。有些人会很讨厌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写就算了，有些人甚至还会把排名讲出来。哇，完蛋也逃不过这个命运，要被打了会不会很可怕？如果没有，大家全部都去排队，几乎所有的人全部都去排队，老师在前面，从老师那排开始，排了一个模型，排队等着被打。在干嘛啊？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学生时期压力有哪些？这个部分我们会分为4个阶段：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还有大学来讲。首先是国小。国小的主要来源是课业、同侪以及认同感。基本上课业会比其他3个阶段还要来得轻松很多。因为你想嘛，他们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最基础的数学、国文啊，甚至是生活、音乐那些，他们学习的东西会比较简单。那为什么我会提课业压力呢？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从国小就已经开始补习，有自己学校的作业以外，补习班都有额外的作业。国小学校的作业可能还要拿给补习班老师看，或者是补习班考试的成绩，可能爸妈也会看；学校考试的成绩，补习班的老师也会看。补习班老师就会比较凶，甚至会打人，拿那种爱的小手打人，心理压力会比较大。再来是同侪的部分，交朋友的时期，朋友跟朋友之间一定会小小的互相比较，说，你为什么这样？然后也会有比较多的好奇心。你1到5都是在学校上课，你的学习阶段大部分都是跟你的同学一起生活，那这个同侪的关系就非常的重要。在同一个班级里面，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学生，那通常这个学生要么就是被班上孤立，要么就是讨厌他，甚至是排挤他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学习阶段中蛮重要的一点，因为小朋友都会比较好奇，有的时候不是无心要嘲笑你，可能就是抓你其中一个把柄，然后一直讲。再来就是认同感，那某一件事情我想要这样子做，为什么这样子做不可以？没有人告诉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而不能这样子做。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希望这件事情是有人支持你去做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对那种不是平常看得到的东西反而会排斥，可能他不是亚洲的学生，他可能是什么欧美的学生，或是外国人的学生，或是他是混血儿的学生。那有些同学他们就会因为说，他跟我不一样，那我就不想跟他玩什么之类的，或者是说，你是男生我是女生，我就不想跟你玩啊，你那么爱哭我也不想跟你玩，有这种情况发生，真的有。再来是国中这个阶段就跟国小又不一样了，学习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之外，有些同侪也会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成熟一点，同侪关系更高，认同感也是。那我们先来讲课业压力，国中学习的东西跟国小学习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增加一些历史啦、公民、地理那些的课程，你要记的东西已经比国小的东西还要多，开始接触到一些更难的数学以及理化自然。国中的学生来说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国中3年每一个年级要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，甚至你在国3的时候会考的时候，你还要承受那个课业压力。这里我要提一件事，就是我不知道所有的国中学校是不是都这样子。我在我国3的时候呢，我们班会评估一下你的成绩，每一班都会挑出那种成绩非常好的同学，然后把所有成绩非常好的同学组成一个班级，那个班级叫假日班。我不知道那时候学校是怎么想，反正他就是把我们成绩比较好的跟成绩比较不好的学生分开。成绩好的同学呢，他们把它聚集起来。国中有一个图书馆的地下室，那地下室是那种假日班的学生在上，但不是我说的假日班，夜校的同学在上。被挑出来的学生呢，礼拜6的早上还要来学校上课，而且他们讲上课只是好听，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在考试。尤其是到我们国3，我们已经拆班了嘛，一半的人都已经不在教室，只有偶尔某几天才会让那些学生回来教室。所以到国3的时候，我们班上是零零落落的，几个女学生，几个男学生。老师那时候也是觉得很奇葩，因为这样子分班的话，学生又更少了，然后学生少的话，上课起来是比较麻烦，不过可能也没有差，因为毕竟已经国3了。刚才讲到课业的部分，呢，一般的期中考、期末考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些随堂考跟定期小考，还有一个叫做生活周记。生活周记这种东西，我国中在写的时候真的是
绞尽脑汁，每天都要想着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有点像在写你的心情日记一样。你每天要想的内容就是得完全不一样，不然你每天写一样的感觉也不太对。你就要一直想今天发生什么事情。有时候你写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应该这样写，但你也没有东西可以写。等到班导师改到你的周记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说你就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写，就只能写一些流水账。定期小考我是觉得还好，因为只要你基本上上课有在听的同学，老师讲的你都会，老师对你的印象又很好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是不会出什么问题。除非你是那种上课不在听，学习力又不好，老师的印象对你又很差，那就要小心。我们那时候国中期中还期末，就我们的国文老师啊，他就有跟我们讲说，他会特别说什么这次考试会考某些重点他重点他一定有讲过。那如果这些重点你错的话，就要被打。我知道一定很多人想说，为什么这个年代还有人在打小孩，还在打学生？夸张是真的有。我们的国文老师他的打人方式比较特别，他是拿那种看过那种热熔胶条去打人的，他打人都非常的准，是你可能打的每一下都在同一个点上，不只是考试这部分，连你的那个一般的作业，国中可能有国习呀，或者是国文作业簿，甚至是国文考卷，然后有些国文课本后面还会有随堂练习。我们老师是这样记的，可能今天好，他上第一课嘛，可能第一课上完之后，后面有随堂练习，可能有3个大题。如果没有写第一课乘以3个大题就是3下，老师就说你不要第12课都没有写，不要到时候上了最后一课第12课或是第14课没有写作业，打的数量是非常的可怕。基本上班上的人都有被他打过。班的资优生很聪明的一个男生，他好像有错了一题，就是在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也被打，真的很好笑。你知道那时候考卷发下来的时候，就会跟我们讲说第几大题的第几题不能错，让我们圈起来。如果等一下有错的人就要被打吗？我那时候想说，哇，完蛋，也逃不过这个命运，要被打了会不会很可怕？如果没有，大家全部都去排队，几乎所有的人全部都去排队，老师在前面，从老师那排开始，排了一个模型，排队等着被打。还没等到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跟同学讲说，你是错几个？你是错几个？有些人全错，哇，你真的要加油。我那时候有被打2次，第一次打的也是因为期中期末，被打的是1次，就是1下而已。第2次不一样第2次老师就说做一题就是2下，那我想说完蛋了，我被打2下。再来是课堂随堂考，课堂随堂考要看特定的老师，有些老师不一定会考试。像我们数学课的时候啊，我们数学老师就会定期的随堂考，那我就觉得还好，毕竟是数学嘛。不过像有些国文，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子随堂考。还有一个是那个历史课，教历史的老师都很厉害，教历史的老师他一定要熟悉所有历史的由来跟历史背景，你一定要懂这些嘛。老师已经教书教了很久，而且我们历史课是马上一上完就要随堂考，那你一定会想说马上就要随堂考，那学生记得起来吗？我跟你讲，一定记得起来。为什么呢？考的就是今天上课的内容，你只要没有分心，你只要专心听老师讲解。比如说今天可能要考什么新石器旧石器，有分3个阶段，你是哪3个阶段，那同学们一定就要回答。那回答完之后，老师就会再讲到什么旧石器怎样这样，新石器会怎样这样，跳回去以前有分哪3个时代，就是类似这样子，会重复很多次，让学生记起来。那这个阶段又有出现什么东西、什么动物，或是有做什么事情，那时候也很厉害，甚至有的时候会考到大概10个、14个也有可能。而且你是上完立马记，记完立马考。我那时候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科目其实都很烂。就唯独历史，然后再来要讲同才的部分。国中这个阶段的朋友会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较成熟。我知道很多人会想要那种我一定要干嘛干嘛，看起来有女人味，看起来比较成熟。我觉得反而做自己会比较好。同才的部分常常容易被比较，比如说可能女生就会去比较身材的部分，男生可能就是又是别的地方，甚至有些女生可能会在国中的时候做颜值排行，可能你也没有干嘛，然后班上就是会有女生说会叫男生写班上的颜值排行。有些人会很讨厌这种东西，
你叫我写好了，我也就觉得说，哦，那就是以我自己的审美观嘛，我不写你又会怎么样呢？而且他都只找男的写哦，就我觉得很多学校应该都会有这种状况发生，有一些比较无聊的女生会去要男生写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写就算了，有些人甚至还会把排名讲出来。我们那班其实有这种状况。下一支影片会讲高三以及大学的压力来源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